一直都是我。根本就没有什么替身，一直都是我，对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直都清楚我的情况，甚至一直引导我，一步一步的走向你设计好的路里。我猜的对吗？你为什么还没走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找你有事儿。你这在干什么？搬家吗？不是，重新装修。这是什么？人像吗？别动！谁呀？这么紧张？哎，看着长得挺帅嘛。我之前怎么没见过呀？打住！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叔叔给我打电话了，然后说让你回去一趟。不去。我就知道，所以我跟叔叔说我也联系不上你。你要回去了，可别出卖我啊。我最近忙着装修房子，哪也去不了。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有点奇怪。而且装修房子找个设计师不就好了，怎么还自己亲自弄上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走了，你慢慢弄吧。你好，快递。你好，快递。谢谢。喂。你快递收到了吧？嗯。那都是按照你说的尺码和款式，让我做服装的朋友从他熟人的店里挑的。你看可以不？稍等啊。喂？怎么没声音了？喂？喂？可以，帮我再多买几双鞋子。不对，你真的很奇怪，这些衣服给谁穿啊？也不是你的穿衣风格啊，哎，感觉也不像你的尺码。上次让你帮我定制的名片什么时候弄好？就在快递箱子里，有个信封，看到了没？哦，看到了。这个是需要连接 APP 还是？我一会儿把使用说明的电子版发你，你看一下，挺简单的。好，谢谢了。名片和衣服一共多少钱？一会儿告诉我，我一起转给你。先不急，你
过你做个名片干嘛？你不是跟我一起合开的公司吗？谁们家一个文化传媒的内容策划还搞个名片啊？弄就算了，还只弄一张，而且还找人定制，在里面嵌入 GPS 定位芯片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原以为我是你这场穿越的计划者，没想到，到头来却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。我看着自己的感情一次次沦陷，也看到你一次次的因我动心，与我相爱，但我还是只能沉默地陪你走向死亡，只为那一瞬间的改变。这次，我必须成功让你回家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却没有我的世界。
你说什么？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？提前说好，我不会收留你太久。我不喜欢和人一起生活。你抓紧找个住的地方，尽快离开。好。走吧。你这么抓是想别人抛物线吗？抓好。哦。谢谢，再次感谢你收留我，还把那么好的房间让给我住。没有让给你住，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客房而已。那也还是很感谢你，你不知道，你帮了我多大的忙。那份合同我弄丢了，过2天找你重新签一下吧。如果有一天，突然有人告诉你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，你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，你会怎么办？管他说什么，我不努力不尝试，怎么知道会不会失败，有没有意义？你看咱俩多傻，笑出眼泪来了。不笑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所以，我会死。你必须得走。算我求你了，你赶快走。老子。我跟你说过了，真是，我没有家了。
在这儿，有你，你就是我的家，是我的念想。所以没关系，我无所谓的。所以别推开我，好不好？与其让我走，不如告诉我会发生什么吧。我们一起面对，不行吗？我会死的，我爱你。所以，你能告诉我你知道的事儿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我第一次穿越了。可是墙上这些标记，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？看来之前的每一次，我都死了。你不该在这儿。我说了，我不走。而且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怎么才能回去啊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回去啊？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原来的世界啊。这个套路，你之前用过。啊？之前有一次，你就这样想套我的话，明明知道穿越回去的办法，却各种回避，最终错过了回去的时机。项链、镜子，8月8号。项链和镜子我猜到8月8号。日期，怪不得我之前。你就别让我猜了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你不属于这个时空。如果你强行留下，和这个世界的人发生联系，你就会。我之前穿越了无数次时空，都想改变你的决定，可是每一次都没有改变你，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样。在无数的时空里，我不能改变你的决定，那样只会加速你的。而你，哪怕是我告诉你继续留下，也只会。你之前每次都没有离开我，可是每次的结局都一样。哪怕是你问我，我告诉你，也只会。你之前每次都没有离开我，可是每次的结局都一样。那个项链，也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？我本来是想放在桌子上，等你自己发现的。可谁成想徐云熙一来就要借，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
你就出现看到了。让我想到之前有一次，你没有和徐云熙接触，所以你就一直误会我们之间有什么，乱吃飞醋，最后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结果和不好的结局。所以我这次想着，你跟他接触一下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一次你就走吧，日期一到，你就离开。然后从现在开始跟你过倒计时的生活吗？你不离开，难道就不是倒计时生活了吗？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样。我说过，我不尝试不努力，怎么知道会不会失败？不过，值得高兴的是，我不是替身。那我之前是在吃自己的醋吗？那我为什么会穿越过来？是不是跟傅少爷还有杀手有关？还有那个项链和本子，也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？他们和我又有什么联系？他们的故事还有什么没跟我说吗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是我们的前世。我对傅少爷的事情，的确只知道这么多。还有之前，是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搜集到了一些，然后我顺着你的方向去查，查到了一些，但不多。只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你的到来，是因为杀手的一个执念。执念？之前有一次你跟我讲，说傅少爷以血为野，用自己万千平行时空的消逝为代价，下了一个诅咒，只要他死在杀手手里，他们在之后的轮回再不得相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时空注定不会有你，而我的时空也不会有你。而杀手的执念就是想再见你一面。那你还要赶我走？可我又不是杀手，我更想你活着。我说过了，不能没有你。是物理上、心理上，还有情感上。当然，还有生理上。只是，不管在哪个世界，我都只有你了。别赶我走，答应我，好不好？你先回答我，我要你一个承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这次没有成功的话，就是你的终局，也是我的终局。怎么啦？
你洗漱了没啊？去洗漱。都洗漱完了还这么困啊？喏，先去旁边坐着吃，我手里有刀，别伤到你。我还是站在这儿吃吧。那你乖一点，手别乱动，离菜板远一点。我穿越过来之前，因为追踪新闻，无意间闯进过一个表店，碰到过一个老人。我一开始也觉得没什么，后来我穿到这个那天，在梦里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给吓醒了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，我来这之前也在梦里听到过他的声音，就是被吓醒后就穿越过来了。因为那个老人说话莫名其妙的，人也怪怪的，我就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当作他精神有些问题。但是昨天我又梦到他了。然后呢？他跟我说了一些事儿。你来了，是你？没想到你依旧执迷不悟，这是你最后救赎的机会了。你和他都是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前世的孽缘，缘尽缘了，本一世的纠缠，还过债，了了业，也就罢了。是我一时不察，竟意外干涉了因果，害事情现在愈发复杂。上一世我路过人间，因受了你的供养，许你一个心愿，却不成想阴差阳错地助力了你的诅咒，倒让我也跟着陷入这因果里。你听我说，你本福薄，生来便清血亲，孱弱多病，恰得你良善，修来的福报倒是补足了身体上的缺失。原本是你欠了他的，上一世的那段孽缘何该你还他的？可因我的介入，强行中断了你未还完的债，而诅咒继承断然无解。但他又痴迷于此，生生争来了与你短暂的时光，反倒是害得你们都不得善终。我想知道，上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再去纠结前世的因果有什么必要呢？不过是抢来的东西，骗来的幸福，注定不会长久。可他不知道收手，露了底，你倒是刚烈，直接下了诅咒，设计死于他的手里。而债未还清，他执念颇重，又牵出你们这一世的纠缠。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破局？I want you to stay.